西游记13，他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个懒腰，揉着眼睛站起来。他揉了几下眼睛，忽然觉得眼前的世界变得格外明亮。他睁开眼一看，发现自己能看穿炉壁，看到外面的情况。老君正站在炉前，一脸惊愕地看着他。看炉的道人们躲在柱子后面瑟瑟发抖，丹房里的瓶瓶罐罐，里面的丹药全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悟空眨了眨眼，又眨了眨眼，忽然明白了，他的眼睛被烟熏了49天，虽然受了不少罪，却因祸得福，练成了一双火眼金睛。这双眼睛能看穿一切虚妄，辨别妖魔鬼怪，还能透视万物。悟空大喜过望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老官儿，多谢你的桑拿，老孙这眼睛可舒服多了。以前近视，现在好了，视力恢复到 2.0， 不对，是200.0。老君脸色大变，急忙喊道：快盖上炉盖！可是来不及了，悟空猛地将身一纵，轰隆一声巨响，整座八卦炉被他撞得4分5裂，炉壁炸开，炉盖飞上半空，炉火四溅，热浪翻滚，整个帅宫都在颤抖。那架火的道人、看炉的童子、6丁6甲神将一拥而上，想要按住悟空。悟空正憋了49天的气，哪里把他们放在眼里？他一拳一个，一脚一双，把这些人打得满地找牙。一个看炉的道人扑上来抱住他的腿，他一抬脚，那道人就飞了出去，挂在了房梁上。一个架火的童子举着火钳来戳他，他一把夺过火钳，随手一扔，火钳插进了天花板里，只剩下一个柄露在外面。老君见状，急忙上前，伸出双手想要抓住悟空。悟空回头一看，见是这个把自己关了49天的老官儿，顿时火冒三丈，一把揪住老君的胡子，猛地一扯，嘶！老君的胡子被扯下来一大把，疼得他哎呦一声，眼泪都出来了。悟空还不解气，顺手一推，老君一个趔趄，摔了个4脚朝天，白胡子散了一地，活像一只翻了壳的老乌龟。悟空站在丹房中央，双手叉腰，仰天大笑：老官儿，老孙说了出来要把你的胡子，说到做到，怎么样，服不服？老君躺在地上，揉着被摔疼的腰，苦笑道：服了，你这猴头歪腰，老道的腰。悟空不再理他，伸手往耳中一摸，还好金箍棒还在。他取出绣花针，迎风一晃，变作碗口粗细，丈2长短，金光闪闪，照得丹房里一片通明。他抡起金箍棒，对准丹房里的瓶瓶罐罐就是一顿猛砸。只听得噼里啪啦一阵乱响，那些装着金丹仙药的葫芦、瓶子、罐子全都被砸得稀巴烂，丹药洒了一地，五颜六色的，煞是好看。悟空一边砸一边骂：让你关老孙，让你烧老孙，让你用金刚桩打老孙，老孙今天把你这破丹房拆了，看你以后还怎么炼丹。老君心疼的直哆嗦，可又不敢上前，这猴子的金箍棒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他只能躺在地上，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丹房被砸成一片废墟。悟空砸完了丹房，抡着金箍棒冲出兜率宫，大声喝道：玉帝老儿，老孙又回来了，你把老孙关了49天，老孙今天要跟你算总账。说罢，他纵身一跃，跳到云端之上，火眼金睛往四下里一扫，好家伙，天宫各处的景象尽收眼底。南天门外，4大天王正在打瞌睡，凌霄殿前9曜星官正在聊天喝茶，瑶池里7衣仙女正在摘花。悟空咧嘴一笑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他抡起金箍棒，朝着最近的9曜星官府邸飞了过去。9曜星官正在府中喝茶聊天，忽然听到外面轰隆一声巨响，紧接住整座房子都在晃动。火星官跑出去一看，只见一个黑不溜秋、红眼金睛的猴子正站在他家门口，手里举着一根金光闪闪的大铁棒。你是谁？火星官一时没认出来。悟空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：不认得了，老孙就是被你们砍了半天的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你们砍的老孙好舒服，今天特来道谢。火星官脸色大变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，环上了3道锁。悟空一棒砸去，大门连同门框一起飞了出去。火星官早就从后门跑了，连鞋都没顾上穿。悟空又去找4大天王，4大天王听到动静，
早就躲了起来，一个藏在床底下，一个钻进了衣柜里，一个爬上了房梁，还有一个跳进了荷花池。悟空找了半天没找到，骂了一句胆小鬼，便朝凌霄殿方向杀去。他一路走一路砸，见房子就拆，见东西就砸，所到之处宫殿坍塌，门窗破碎，花草凋零，一片狼藉。那些天兵天将见了他，一个个抱头鼠窜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悟空抡着金箍棒哈哈大笑，你们跑什么？老孙又不吃人，老孙就是来串个门，顺便拆个房子，你们这么不欢迎老孙，老孙很伤心啊！天兵们听了，跑得更快了。就这样，孙悟空从八卦炉中逃出来之后，又一次大闹天宫。这一次他比之前更加凶猛，之前他还只是偷吃偷喝，现在他是真的动了怒，见什么砸什么，连太上老君的兜率宫都给拆了一半。九曜星闭门闭户，不敢出来，四大天王无影无形，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整个天宫竟然没有人敢出来挡他。悟空一路打到凌霄殿外，站在殿前的广场上，金箍棒往地上一顿，大声喝道：玉帝老儿，出来，老孙要跟你谈谈人生。殿内的仙卿们吓得脸色发白，玉帝也坐不住了，在龙椅上坐立不安。悟空见没人应答，又喊道：不出来是吧？那老孙自己进去了。老孙今天要坐你那把龙椅，看看软不软。要是比二郎神庙里的香爱舒服，老孙就不走了。说着，他迈步就往凌霄殿里走。众仙卿大惊失色，纷纷上前拦阻，可谁敢真的拦他？一个个都是做做样子，嘴里喊着大圣息怒，身体却很诚实的往两边让开，给悟空让出一条大道来。悟空大摇大摆的走进凌霄殿，正要往龙椅上坐，忽然听到天空中传来一声洪亮的声音：悟空休得无礼！悟空抬头一看，只见一朵祥云从西方飘来，云上站着一个人，丈六金身，面如满月，头顶肉髻，耳垂际尖，正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释迦牟尼如来佛祖。悟空愣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：如来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老孙评评理。老孙被关在那破炉子里熏了49天，眼睛都熏红了，这笔账该怎么算？如来微微一笑，伸出手掌。悟空，你且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悟空低头一看，只见如来的手掌中隐隐约约现出一座山的形状。悟空慢慢走近，让老孙看什么？看完老孙要去做那把龙椅。八卦炉中炼四九，火眼金睛自此有，踢翻丹炉碎瓶罐，老君胡子也被揪，九曜星关闭门户，四大天王躲无踪。谁料如来一掌下，五行山下500丘，